2025年3月25日上午，山东威海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件在法院开庭审理，5岁男童韩寒被生母及其男友殴打致死，真相将被揭开。事情已经过去1年多，郑先生作为韩寒的生父，在300多个日夜中憔悴不堪。近日，郑先生几乎一夜未眠，满脑子都是儿子无法醒来的小脸，以及那惨不忍睹的遭遇。他表示绝不接受任何调解，不会原谅伤害儿子的凶手，一定要让法律严惩这2人，为儿子讨回公道。5岁孩子、生母、男友殴打致死，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，带来的震撼和冲击力极大。谁能想到，那个曾经活泼可爱的韩寒，在生前竟遭受如此残忍对待。韩寒一直被姥姥姥爷呵护，与他们感情深厚，可孩子离世后，2位老人内心无比悲痛。本就年迈的他们，因为这沉重的打击，连正常生活都无法继续。韩寒的生母陈某，本应是最疼爱孩子的人，却成为悲剧的罪魁祸首。当初，郑先生考虑到陈某是幼儿园老师，觉得孩子跟着他有益于成长教育，才决定让孩子随母生活。然而，现实却如此残酷。陈某违背为人母的责任和良知，就连陈某的父母也对女儿的行为嗤之以鼻，无法理解他缘何如此丧失人性，对自己的亲外孙下毒手。他们坚定表示希望法院严惩女儿，给无辜外孙公道。而郑先生为逃避思念痛苦，主动把白班的工作调到晚上，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。可深夜来临时，儿子的音容笑貌还是会浮现脑海，让他痛不欲生。韩寒的爷爷看着郑先生日益憔悴，也为孙子的经历感到难过。间隔这么久，仍未能为孙子讨回公道，那种无奈和悲愤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。事情还要从2024年3月26日说起。当日上午11点，一通来自威海市公安局的电话，打破了郑先生平静的生活，也将5岁的韩寒推向无尽深渊。郑先生接到电话时，还以为是诈骗电话，直到赶到医院见儿子韩寒耳朵充血，脸上、身上布满了淤青和伤痕，他才不得不接受5岁儿子韩寒非正常死亡的残酷现实。韩寒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，上幼儿园中班时就很受街坊邻居和老师喜爱。这样一个可爱的小生命，为何会突然消逝？早在韩寒2岁时，命运就已埋下悲剧的种子。那时他生母陈某婚内出轨，被郑先生发现后，在丈母娘劝说下，郑先生选择了隐忍，维持着婚姻关系。但最终2024年2月，2人还是分道扬镳。经协商，韩寒随陈某生活。陈某身为幼儿园老师，本应是孩子成长的启蒙者，可他却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。离婚后，陈某带着韩寒和男子石某同居。石某对韩寒并没好感，甚至十分讨厌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们依然承担监护韩寒的责任。2024年3月22日晚，因为韩寒睡觉时间晚，耽误了陈某和石某的时间，他们竟通过打的方式管教韩寒。石某提出既然要打，就狠狠打一顿，陈某竟毫不犹豫地答应。韩寒只是一个5岁孩子，傍晚7点不睡觉或是孩子的天性，在这个年纪，玩耍才是他们的日常。然而在陈某和石某眼中，却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那晚，韩寒在石某殴打下哭喊求饶，作为生母的陈某却视若无睹。第2天傍晚，韩寒从姥姥姥爷家回来，仅仅又因为7点多没睡觉，再次遭受了陈某和石某的毒打。从3月22日到26日期间，韩寒遭受陈某和石某多次殴打，他们用拳头猛捶韩寒的胸部和腹部，用手掐、抓、拧、打韩寒的脸和身体。韩寒被打得不停呕吐，身体出现极度不适，可他们依旧没有停手。直到2024年3月26日上午10点多，石某发现韩寒身体出现异常，才将韩寒送往医院。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，韩寒已经失去了心跳。经过医生鉴定，韩寒胸腹部多次遭受钝性外力作用，造成肝脏破裂及多脏器出血和血肿形成。最终
因失血性休克死亡。韩寒的遭遇让人不寒而栗，难以想象他生前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绝望。孩子离世后，家属们陷入无尽痛苦中。郑先生坚定表示不会接受任何调解，远不会原谅伤害儿子的凶手。韩寒的爷爷因此悲痛欲绝，在家中什么也干不了。陈某父母也对女儿的行为嗤之以鼻，希望法院严惩自己的女儿。陈某作为生母，本应给予韩寒无尽关爱和保护，他却对自己的骨肉下此狠手。石某作为与韩寒共同生活的人，也参与了对孩子的暴行，严重违反道德和法律。2025年3月25日上午，案件在当地法院开庭审理，郑先生及韩寒家属参与审理。法庭上，公诉机关出示了大量证据，展现了韩寒生前遭受的虐待和暴行。陈某和石某罪行铁证如山，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，而韩寒的家属们则表示要严惩凶手。相信在法院的公正判决下，陈某和石某终将受到法律严惩。如今韩寒走了，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。愿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成长，每个家庭都能充满爱和温暖。